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要看身份证，也不要去回想你在哪一年出生，你觉得现在自己应该是几岁呢？是永远的18岁，还是比实际年龄老一点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心理年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年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敏感的话题哦。之前就曾经有新闻报道，一位19岁的网友破文抱怨，自己居然被带小孩的家长叫阿姨，让他觉得非常的傻眼，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应该没有老到阿姨的年纪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常常听到，有些20出头岁的大学生到了大3、大4呢，就会开始叫自己老人或者是老妹。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是年轻还是老的标准会这样变来变去的？心理年龄跟实际的生理年龄出现落差，又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以前在使用气炸锅的时候，最困扰的就是掌握不到食物熟的程度以及需要翻面这2点了。但这次气炸锅的王者，全球销量 No.1 的飞利浦新推出的透视海星气炸锅，完美解决了这2个问题。首先是它独家设计的海星底盘可以反射热空气形成气流，像热龙卷风一样包裹食材，不用翻面呢就能够锁住肉汁，烤出多汁酥脆的鸡腿排。再加上这次新增的广角透视视窗，让大家能够及时的掌握食材的受热程度，看到鸡腿烤熟的那瞬间真的是很疗愈。目前这台气炸锅呢，在嘖嘖抢先销售当中，原价7490元，现在有73折优惠哦。心动的话，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去看看吧。心理年龄或者叫做主观年龄，最简单来说就是问一个人觉得自己现在几岁之后得到的答案。但是仔细探究的话，我们对于自己年龄的主观认定，其实可能涵盖了对于自己外表、体能还有智力等等各种不同面向的综合性评估。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实际上40岁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外表看起来像是30岁，但是因为不常运动的关系体能是50岁，而智力水准则是维持在25岁的状态。那如果只用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他觉得自己现在几岁，他可能会说35岁。而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问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可能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像是在工作处于认真状态的时候，感觉到的心理年龄可能会比较高，因为感觉自己比较成熟；而在跟小孩子玩乐的时候，则容易感觉心理年龄比较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心理年龄还会随着不同人生的阶段有着不一样的转变。过去有研究调查了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人对于自己心理年龄的看法之后，发现我们在25岁的前后，对于自己心理年龄的感受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在25岁以前，我们比较容易感觉自己比实际的生理年龄老一点点，但是在25岁之后，反而会容易有自己比实际年轻的感受。而且到了40岁之后呢，平均来说，大众会感觉自己比实际的生理年龄还要年轻个20% 左右。也就是说，一个生理年龄50岁的人，可能会感觉自己只有40岁，而60岁的人呢，则会觉得自己只有48岁左右。随着年纪越大，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的差距也可能因此会越来越大。这个现象让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人活得越久就越不服老吗？撇除是因为健忘或失智而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我们会觉得自己比实际年轻，可能跟我们对于自己的外貌体能还有个性的评价有很大的关系。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平常就很注重健康，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跟外貌都维持得很好，那当他照到镜子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变老。或者是如果一个人保持着对于事物的好奇心，还有开放爱玩的这些像小孩的个性特质，也比较会把自己认定为是年轻族群。另外，也有一些心理学专家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么老，其实是出于一种心理的防卫机制。也就是说，因为变老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抗拒，所以在潜意识当中会不自觉的避免自己跟老产生关联，而把自己归类到年轻一点的族群。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比实际的年龄老，这又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老这可能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开始体验到身体的状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巅峰，甚至已经开始走下坡，身体上面已经有一些病痛出现。
又或者是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比如说终于毕业出社会，开始工作，搬到外县市独立生活，又或者是亲人过世等等。这些重大事件带来的转变，常常会让人觉得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甚至会有在一夕之间长大了的感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平均来说25岁会是一个转捩点，因为我们刚进入社会要独立的时候，一定会经历很多心境上面的成长。除此之外呢，对于年纪越小的人来说，年长其实蕴含了更多的正面意义，像是成熟、独立，还有更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做主等等。所以比起害怕变老，更让年轻族群抗拒的事情，可能是被贴上年少无知的标签，所以很多人会倾向把自己想得老一点点。也就是说，不管是年轻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似乎都会因为某些内在需求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年龄的认知。目前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指出，觉得自己比实际上更年轻的人，通常也有比较好的身心健康，也更加长寿。这方面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比较年轻，会带来自信，还有对于自己人生的控制感，就会让人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维持在比较活跃的状况。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是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人，可能呢，他们本来就处在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也比较有可能比较长寿。但是研究也注意到，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还年轻的程度已经极端到完全否认自己实际的生理年龄，这就可能代表他们真的太害怕变老，或者是对于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如果恐惧的程度不算太严重，可能只会让我们在意自己中了几条初老症状。严重的话呢，有些人可能会用极端的医疗或者是其他手段来维持外貌，甚至对外谎报自己的年龄，用另外一个更年轻的身份活着，产生某些心理症状，例如失现实感或者是自我认同障碍等等，严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跟社交。但是毕竟老化是每个人活着必经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舒缓我们对于变老的焦虑呢？通常我们面对不了解的事物会很容易感到焦虑，对于变老这件事情也一样。在没有真正了解之前呢，我们可能只会用一些刻板印象来想象变老会怎样，像是变得满脸皱纹啊，活动力下降，或是很难再学习新的东西。但是其实过去也有很多成功老化的案例，变老不一定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可怕。像是日本就曾经出现过一名高龄105岁才辞世的人瑞医师日野原重明。这位医师呢，到了90岁的高龄才开始学画画跟音乐，甚至到了100岁还是持续的在行医分享他对于健康保健的知识。除了透过了解降低我们对于陌生事物的焦虑，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练习，先降低生理上面的紧张跟紧绷，再透过实际的行动，避免我们担忧的状况发生。例如借由正念或者是冥想练习，让自己的注意力从对于老化对于死亡的恐惧回到当下的人生，或者是透过练习腹式呼吸，降低身体的紧绷感。在身体的焦虑变得比较可以控制之后，再来就可以透过那些我们都知道的健康生活方式，像是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运动，还有良好的社交活动，实际的让自己的身心状况变好。当我们亲眼目睹自己的精神跟体能提升，自然而然呢，也就有机会减少对于衰老跟病痛的担忧了。其实对于变老这件事情会感到焦虑真的不是年长者的专利。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从20-30岁开始就会开始有对于年纪的恐慌，而且这种恐慌呢，除了是害怕病痛跟死亡之外，还可能包含了担心自己没有完成某个年纪该完成的里程碑，像是过了30岁还没有恋爱经验，或是过了40岁还没有买房子成家立业等等。这些社会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期望，即使我们自己不在意，我们还是会需要面对身边人的眼光跟催促。那如果没有想清楚，就依照社会给的时刻表来规划人生，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想追求的。所以我们觉得心理年龄这个概念很值得分享的点，就是它让我们可以同时从客观跟主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阶段。客观来说，一个人的年龄一定是一年一年的增长，但是在我们心中他还是可以用很主观自己觉得舒服的态度看待自己处于哪个人生阶段，或者是要用几岁的心理年龄活着。不管是内在18岁的40岁大叔啊阿姨，或者是心理40岁的18岁少男少女，只要呢自己活得自由自在，都可以是自己最好的状态。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比实际的年龄年轻还是老呢？年轻不管几岁，我的心态都一样年轻。比老，我感觉自己是老灵魂住在年轻的身体里。所以没有差，我心中的自己就是实际年龄。其他留言告诉我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会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心理年龄。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青年危机，以及为何现代人总是无法好好恋爱。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